嗨，我是 Stella。有推荐的漫画，那当然也有不推荐的啦。漫画王我啊，今天要带来 Webtoon 上面很怀疑怎么可以连载这么久的漫画。看完真的是觉得呼吸60秒就是减少1分钟的寿命。那我的意思是，就跟你刚刚听到我讲那句话一样，浪费时间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开始推荐咯。不对，是不推荐。第一部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被夺走肝的妻子。Webtoon 评分是10分钟的4.4分，直接不及格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漫画简介。一开始我以为有怎样的缜密的复仇计划，还真的是蛮期待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复仇漫。就这样默默的看了10几话，发现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女主角自己除了哭，会很会找镜头，然后露出那种咬牙切齿的表情，还有找复仇的对象的爱人做一些有氧运动。除了刚刚讲的那些以外，全部都是靠不知道为什么很忠心耿耿的工具人在输出，剧情很常重复，你跳过个几话再回来看，剧情都接得上。那至于为什么我会不知不觉的看下去，而且还看完了，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收尾吧。还有看留言，留言有时候比剧情还精彩。我想这个作者应该蛮适合画那种3篇结束的那种短片。然后第二部呢，是我今年过年开工前追完的《恶女撕碎白痴面具》。Webtoon 10分得5.3分，就大概过及格线一点点。看完哇，真的是看我记恨这么久，是的，白痴是我肯定是白痴。好好的假日，我把这看完到底在干嘛？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值得看的地方就是它比较一种复古的画风，这种是会有一批忠实的爱好者的。还有呢，剧情的发展非常的不拖泥带水。好啦，有的人喜欢啦，我觉得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啊。缺点呢，举例来说，女主角可能在拜托别人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然后上一秒、上一格那个人还在，我怎么可能会答应你？就还在耍狠拒绝，结果你滑下去没几格，那对方就因为一个很随便一个原因，就可能什么原来我家小狗喜欢你，这我举例啦，原来我家小狗喜欢你，然后答应了。如果你这么好讲话，那你前面几格在干嘛？这个很像，完全是为女主角设计的故事，就是整部都是围着她转，剧情非常非常的简略，像是在走过场一样。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贴切的形容词，就是很像你在做梦，你自己的梦，你想怎样就怎样，因为你就是老大啊。我总结来说，这个属于 Webtoon 完结漫画里面不要花钱买代币的漫画。再来是在网络上因为低分非常出名的《生日节》和《分裂人生》。生日节其实氛围还不错，因为我很喜欢悬疑类的。下一次做一集好看的悬疑漫画推荐给大家。但是《生日节》它结局实在是太随便了，好像你在看小说前面浩浩荡荡铺了一堆梗，最后跟你说主角从梦中惊醒，流了一身冷汗，哈哈，骗你的啦，一切都是梦啦，呵呵，这种就是圆不回来，所以就随随便便给它结尾那种感觉。最后是那个分裂人生，我必须承认，就是我直接没有看完，因为剧情太混乱了，那感觉像上课做白日梦的那种什么15岁少女，想到什么就画什么。我今天怎么会用各种梦来形容啊？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看为什么这些作品会得低分。最后还是要说，以上都是针对作品发表评论而已。作者可能画很辛苦，但是成果不尽理想。我觉得多数的评价可以让下一部作品有所修改，拥有更好的品质，那观众喜爱，作者呢也能从中获得成就感促成双赢的局面。喜欢今天的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